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《不为金钱所困扰的人正在学习的事情》这本书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您现在是否正为金钱而烦恼呢？如果确实如此，请别担心，只要您持有一种特别的心态，就能摆脱被金钱所困扰的状况。让我们从今天起，不再一边记账一边叹气，也不再为不涨工资而去抱怨。人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改变。在这个变化剧烈、未来工作和财务皆不明朗的时代中，本书介绍了让我们如何通过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，来成为不为金钱所困扰的人。如果你也厌倦了因金钱问题而烦恼，厌倦了因金钱不得不放弃自己想做的事，那么请务必看完这个视频。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不为金钱所困的方法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不做某事的人未来100%会为金钱发愁；第二，在未来严峻时期生存下来的3把钥匙；第三，将学习转化为金钱的终极技巧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不做某事的人未来100%会为金钱发愁来开始解释。人在被金钱困扰时，往往会导致大脑无法正常运作，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，无法发挥自身的最佳水平。马戏团的艺人之所以能够骑独轮车走钢丝，是因为他们知道下面有安全网，即使掉下来也不会有事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想要挑战某些事情并发挥出最佳水平，就需要有经济上的安全网，也就是不再为金钱所困的状态。前几年的新冠疫情迫使我们改变了生活和工作方式，在这种巨变下，许多人对金钱的担忧与不安日益增加，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，远程办公变得越来越普遍，社会需要更多能够自主处理事务的人才。以前只要按时上班，完成公司布置的任务，就能拿到工资，但现在仅仅完成任务已经不够，还需要具备自主的思考和行动能力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通过持续学习的态度，来构建不再为金钱所困的状态。未来那些会为金钱发愁的人，往往是停止学习的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工作中取得成果，变得越来越富有，并且没有什么金钱压力的人，都是那些持续学习的人。这里所说的学习，并不是学生时代的那种学习。学生时代的学习，无论多么努力，最多也只是给成绩来评分，而与社会上的成果无关。然而进入社会后，通过学习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人生，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事。它能让我们看清自身的不足，了解未来的可能性，了解社会的有趣之处，并发现自己的潜力。学到的东西直接与工作的成果挂钩，甚至直接关系到金钱。即使学生时代对学习有不愉快的记忆，但进入社会后的学习与其完全不同。希望大家能忘记那些不愉快的记忆，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。通过学习，我们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深入探讨，如果未来不想为金钱所困，就必须持续学习这一命题。首先，在踏入社会后，要想真心学习，必须抛弃自我投资很麻烦、没有意义这种心态。很多人一听到研讨会、讲座，总觉得麻烦，不想参加。作者指出，正是这种想法让我们的生活无法改变。因此，希望大家抛弃这种观念。成功人士对学习有着无尽的渴望，爱学习的人会逐步接近成功。那么，为什么爱学习的人能成功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他们接触的人不同。如果您身处积极进行自我投资的圈子中，学习自然会成为一种常态，各种信息也会随之涌入。而与认知水平高的人共处，会与之形成紧密关系，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。最终，我们的环境使我们成长。如果周围的人都在努力学习，您也会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学习，这样您就会逐步提高自己的常态标准，实现不再为金钱所困的状态，从而达到成功。作者认为，在未来变化剧烈的时代，只有拥有学习能力的人才能得以生存。事实上，在日本，
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一生收入要多出大约6000万日元。好的公司更倾向于雇佣好学校的学生。可能有人觉得，现在谈大学和学历已经无关紧要，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学历，而是学习的能力。某上市公司老板说，能进入好大学的人是有努力能力的人，成功者不可能不努力，没有努力就无法取得成功。这不是看重学历，而是因为高学历的人通常更加努力，所以才会被重用。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一点，不是因为您是东京大学毕业的才被选中，而是因为您具备努力的能力。因此，关键不在于您的学历，而在于是否有学习的能力。即使没有很高的学历，只要有学习的能力，也会得到周围人的认可。要想提升工资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来赚钱，学习和努力是必不可少的。希望大家能牢记这一点。当我们强调学习时，总有人会问，虽然我知道学习的重要性，但是我应该在未来学习一些什么呢？作者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，他回答说，学习什么，掌握什么技能，可以后期再做决定。首先，关键的是要先改变学习的意识，要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，摒弃学习没有意义的观念。作者曾经也是最讨厌学校学习的人，但通过学习改变生活后，渐渐发现学习变得有趣了。所以我们要摒弃学习没有意义的观念，将学习视为获取新知识和信息的钥匙，来扩展自己的世界。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。接下来我将具体介绍一些我们应该学习的内容。知识分为2种，一种是随着时间流逝会失效的知识，而另一种是一生受用的知识。例如，时尚潮流和音乐信息，以及更新迅速的专业技术都是会过时的。而一生受用的知识包括沟通技巧、领导能力和团队建设技能等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考虑所学知识是否能长期受用。虽然这些一生受用的知识非常重要，但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需要时间的积累。例如，沟通技巧虽然可以一生受用，但要凭这项技能赚钱就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所以，如果您急需赚钱，了解流行趋势也非常重要。例如，最近的直播电商是一种与观众互动的在线销售模式，非常受大家欢迎。关键在于与观众的互动关系。如今的人更注重从谁那里买，而不是买什么。人们更倾向于从可信赖的主播那里购买，并相信他们的推荐。通过这种信任心理，使大家更愿意购买。跟上这种潮流可以快速赚钱。早在互联网普及的初期，抓住开发网站商机的人都成为了富翁。在战后的日本，有的人发现了开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商机，从而得到了巨大成功。通过学习前瞻的趋势，我们也能迅速赚到钱。比如，近年来虚拟货币非常火热，要想赚钱，就必须学习未来将流行的领域。此外，还有一点需要学习，那就是金钱本身。我们生活在资本的世界，没有钱会寸步难行。关于金钱的知识非常重要。如果不想为金钱而烦恼，就必须掌握金钱相关的知识。当然不用像专家那样，但至少要了解自己的收入和支出的平衡，未来所需的资金量，遇到风险时所需的资金，以及如何在财务上规避风险。我们应当努力掌握这些基本的金钱知识。但是，比起具体学习什么，首先更重要的是学习的态度。如果您能享受学习，那您的人生将一生无忧。只要保持学习的态度，什么时候都可以改变您的人生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在未来严峻时期生存下来的3把钥匙。在未来艰难不景气的时代中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来生存呢？首先，作者强调的是自我管理能力和思考能力的重要性。因为前几年的新冠疫情，当前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在未来，远程工作将成为常态。远程工作的便利与高效显而易见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我们都能工作，不用再面对通勤的拥堵。尽管过去大多数人使用电子邮件，
但现在更多人使用 Line 等即时通讯工具，大家总是逐渐适应越来越便利的工具，因此工作方式也会向随时随地可以工作的高效远程模式转变。虽然远程工作很高效，但也有一个弊端，那就是无人监督。在过去，只要按时到公司，按指示工作即可，但在未来，你需要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。每个人都需要像个体经营者或企业家一样，管理自己的时间、生活节奏和工作进度。在未来，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企业家的思维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，独自完成工作。传统的通过听从指示、固定作息的职业晋升路径已经被打破。未来成败的关键在于自我管理能力和思考能力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谈如何通过投资经历提高人生偏差值。在学生时期，我们通过偏差值来评价自己。偏差值高的人通常能够进入好学校，找到好工作，似乎一切都能得到保证。然而，如今已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我们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新技术不断涌现，如今热门的行业可能在3年后迅速衰退，突如其来的问题也可能随时出现。因此，比起单纯的记忆力，更需要培养灵活的思考力，不断汲取新知识并加以应用，是培养思考力的关键。在未来，取代学历偏差值的将是人生偏差值。人生偏差值代表一个人的整体魅力，有魅力的人自然能吸引他人。人生偏差值高的人接触的层面更高，会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，从而发现商机，最终实现财富积累。因此，能提升人生偏差值的人，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胜出。提升人生偏差值的重要方式有2种：一是累积超出常人的经历，二是体验疯狂的特殊经历。超出常人的经历不仅仅是刻苦努力，更要全身心投入，光模仿是不够的，需要持之以恒。无与伦比的努力会让您脱颖而出，提高自己的人生魅力和偏差值，是通向成功的最佳方法。此外，进行非同一般的疯狂特殊体验，也会让您自然聚集高度魅力和支持者。例如，某些冒险家挑战南极探险，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，罕见独特的经历吸引了人们的支持和关注，大幅提升了人生偏差值。总之，我们的经验和独特性决定了人生的深度和魅力。要勇敢地信任自己，投资于各种体验，提升您的人生偏差值，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人。人气能带来资金，不必刻意追求金钱。当您能广泛吸引人们时，自然就会获得财富。多经历，多失败，多受挫，正是这些磨砺会大幅提升您的人生偏差值。相信经验的价值，人生中最有价值的财富就是经历。接下来，我们聊一下面对未来生存需要克服意志薄弱的现实，并通过一些机制来应对它。许多人都有过决心减肥、戒烟、戒酒、定期锻炼、每天学习30分钟的经历，但最终都失败了。为什么会做不到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意志力很薄弱，我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意志力。首先要承认人类的意志力是有限的，不能单凭意志力来完成目标。认清这一事实后，我们需要依靠机制而非意志力来坚持决心。例如，如果想要戒烟但意志薄弱，可以去禁烟的国家或难以获取烟草的地方，强制自己断烟。通过强制构建的环境氛围，习惯会自然形成。如果难以每天学习30分钟，可以和朋友约定在下班后一起去咖啡馆学习，并设定违约罚款，这样共同学习起来会更有动力。若坚持不了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可以提前将钱交给朋友，让他们监督，未能执行就罚款。在意志力薄弱时，选择强制性环境，会形成机制。例如，工作时总想玩手机，可以将手机锁在定时保险箱里，设置至少5小时后才能打开，自己无法随意接触手机。这种强制环境是维持决心的关键。希望大家依靠机制而非意志力来实现目标。
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将学习转化为金钱的终极技巧。首先是第1个技巧，无风险的尝试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挣取除工资以外的钱是否很困难？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难，但实际情况是，我们的思维决定了认知。认为很难的人，在搜索副业时也会找到困难的副业信息。然而在现实中，很多人已经通过副业赚取了收入。与其认为难，不如全心尝试，会发现并不如想象中的难。人是环境的产物，如果周围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人，自然会觉得除工资外很难有其他的收入。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学到的东西来挣钱呢？答案是立即执行无风险的事。例如，有人问作者如何准备半年后开办在线法语课程，作者的回答是：不要等半年，请立即开始行动。很多人希望在完全准备好之后再开始，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过度追求完美会拖延行动，甚至导致中途放弃，最终无法实施。只有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解决问题，积累知识，提升课程质量，先行动，再逐步改进，这就是无风险尝试的精髓。无风险尝试的意思是，因为没有成本，即使生意不成功也不会失去金钱。例如，线下餐厅需要高成本，不建议立即开办，但无风险的在线法语课可以马上尝试。作者举例中还提到，无风险的 YouTube 和博客都是值得一试的。科技进步带来了许多零成本的尝试机会。如果确定没有风险，就应该立即行动。接下来是第2个技巧，找到需要你所学知识的人。显然，如果没有顾客的话，生意就无法成功。因此，首先要确定需要你所学知识的潜在客户在哪里。为了找到这些客户并建立联系，社交平台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。不同的社交平台聚集了不同的人群。例如 ，Facebook 的用户多为40岁以上的公司职员、企业家和商人。如果您的目标用户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用 Facebook 可能不太合适。而 Instagram 用户主要是10几岁到3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针对这类用户的服务和产品应通过 Instagram 推广。对于10几岁的青少年， TikTok 是最流行的社交媒体，但实现变现可能较难。您需要根据自己的服务和目标，认真选择适合的平台，利用社交媒体将所学知识转化为金钱。不应盲目，而要有针对性的选择和运用。或许有人会说自己不擅长社交媒体，更新很麻烦。但如果你想在个人层面上赚钱，社交媒体是无可避免的。巧妙利用社交媒体可以节省广告费用。大公司有庞大的广告预算，不需要依赖社交媒体，但个人创业者无法投入巨额广告费。因此，社交媒体成为与大企业竞争的有效工具。当你有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时，不太可能像大企业那样投入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广告费用。这时候只能通过自我宣传，用社交媒体来推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。在未来，学习不仅是获取知识，也是通过学习提升生活质量，实现财务自由。希望大家能够树立学习的信念并加以实践，从而真正实现不再为金钱所困的目标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